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草莓是爱你的形状，大口大口的吃草莓吧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带有草莓针的束口袋，可以拿来装随身小物。粉嫩的颜色加上可口的草莓，真是满足了老夫的少女心呢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4股牛奶棉，颜色上的搭配主体使用了粉嫩的浅粉或浅蓝以及白色，另外使用了红色以及抹茶色钩织草莓以及细绳。工具上使用了 3.0 的钩针、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。成品的完成尺寸，高有 16.5 公分，而宽 14.5 公分。首先我用主体的浅蓝色，锁边起针，基础行起29个锁针，基础行决定带子的宽度，这个起针数可以是3的倍数加2。基础行结束，第一圈开始钩长针。第一个针目里，我先钩一个带有锁针作为起立针的短针，再加一个锁针作为圈钩时的长针起立针。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算作一个针目。接着同一个针目里，我再加一针长针，所以第一个针目钩了2个长针。我在第二个长针上放上记号扣，这里是我结尾要引拔让头尾相连的地方。之后依序在每个针目上钩织1个长针，连续27个长针。而在最后一个针目里钩织3个长针。这样就绕到锁针链的另一边，接着再从下一个针目开始连续钩28个长针。钩的时候可以一并把这个起始的线头包起来钩织。第一圈包含第一个未完成的长针，一共有60个长针。而第一圈的最后一个长针会回到一开始的第一个针目，这样等于基础行的锁针链头尾都有3个长针。第一圈结束，引拔在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也就是第二个完整的长针上，使得第一针未完成的长针变成一个完整的长针。你会发现每个针目上都会有一个 V 型的线圈，而我引拔在这里，就等于为这个未完成的长针补上一个 V。 接着第二圈，我将钩针穿回刚刚的引拔针底下，带出线来钩织一个短针，再加一个锁针，这样也是一个未完成的长针。之后在每个针目上都钩织1个长针，这一圈的总针数不变，维持60个长针。我仍然在第二个完整的长针上放上记号扣，这是我在圈钩长针时最常用的无痕起立与引拔的方式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你也可以用3锁针作为1个长针的起立针，而圈钩结束时引拔在这个3锁针上，将头尾相连也可以。第二圈结束，我先断线，处理线头。我用缝针将这个线头穿进第二个长针，再穿回线头的底部，这样也等于为第一个未完成的长针补上一个 V， 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长针。最后在背面打个结，并藏好线头。
第3圈，从第2圈的第1个长针上引白色的线，引线之后锁1针，接着从第1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加1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这个算是1针，接着再连续2个长针。我仍然在第2个完整的长针上放上记号扣，而在第3个长针最后一次的挂线引拔时，我换成红色的线来完成这个长针的挂线引拔，这样我就把线换成红色的了。接着我在下一个针目里钩织1个5长针的爆米花针，爆米花针就是我在这个针目里钩5个长针，钩的时候白色不断线，可以一并把这些线头包起来钩织。第4个针目里用红色钩了5个长针之后，接着我们将钩针取下，将钩针穿回这个5长针的第1个长针，再挂回线圈，将线圈从第1个长针钩出来。接着我换回白色的线，再钩1个锁针，这样完成一个5长针的爆米花针。接下来连续钩2个长针，这样完成一次中括号的内容。我们就这样以6个针目为一组，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10次。钩织长针的时候用白色钩织，钩爆米花针的时候换成红色。为了避免红色的线露出来，我在钩长针时就不将红色的线包着钩了。第3圈钩织结束，我们可以先将红色的线断开，接着我们将钩针穿进第2个完整的长针针目，再引绿色的线完成这一圈的头尾相连。接着我以绿色的线钩织第4圈，第4圈1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不算针目。接着我们将钩针穿回刚刚的引拔针底下，钩织1个短针。我在第1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接着再继续钩织2个短针。钩的时候可以将绿色的线头包起来钩织，而白色的线留着。而第4针我们会遇到爆米花针，我们在爆米花针上，在它的第2个、第3个以及第4个长针钩织1个3短针的并针。我们依序在它的第2个、第3个以及第4个长针将钩针穿进，再带出线来。最后一次引拔所有线圈，在爆米花针上完成一个3短针的并针，这样就完成一个完整的草莓针了。之后我们都在长针上钩织1个短针，而在爆米花针上钩3短针的并针，完成这一圈。最后会完成60个针目。
第4圈结束，将钩针插入第一个短针上，换回白色的线，引拔，完成这一圈。接着第5圈，先钩织一个带有锁针作为起立针的短针，再加一个锁针作为长针的起立针，一样，这是一个未完成的长针。接着在每个针目钩织一个长针，我仍然在第2个完整的长针上放上记号扣，而遇到草莓针这里，这个并针是一个针目。钩织的时候可以将绿色的线头一并包着钩织一段之后再断线。第5圈结束，我们可以将白色的线断线，如同第2圈那样处理线头。而之后第6圈到第11圈，我换回浅蓝色的线，从第1个针目引线之后锁一针，接着钩织一个短针加锁针作为长针起立针，之后在每个针目上都钩织一个长针。我在第2个完整的长针上放上记号扣，每一圈的结尾都引拔在这里，让第1个未完成的长针变成一个完整的长针。而第7圈之后的起立针，我们可以直接插进刚刚的引拔针底下，钩织短针，再加锁针，作为一个长针的起立针，而结尾一样引拔在第2个完整的长针上。第11圈结束，断线，处理线头。利用缝针将线头穿到第2个完整的长针针目，再穿回线头的底部，最后在背面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第12圈，引白色的线，引线之后锁一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第1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，我在第1个短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第1针。接着钩织4个锁针，一开始的4个锁针可以像这样，将这个起始的线头包在锁针里钩织。4个锁针之后，跳过2个针目，这样是一组中括号的内容。我们循环钩织中括号的内容19次，这样创造出19个锁针空间。这个起始的线头可以修剪掉，因为每3个针目就会有1个锁针空间，总共有60个针目，所以会有20个锁针空间。最后一个锁针空间是钩完1个短针之后，先钩2个锁针，再回到第1个短针上钩织1个长针，这样就完成第20个锁针空间。我在这1个长针放上1个记号扣，接着第13圈到第20圈循环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4个锁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锁针空间里钩织1个短针，中括号的内容循环钩织19次，完成19个锁针空间。而第20个锁针空间，钩织2个锁针之后，在刚刚做记号扣的地方，也就是上一圈的长针上钩织1个长针，
这样才会使下一圈的起始位置在锁针空间的正中央。之后我都会在最后的长针上放上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每一圈的起始位置。第13圈到第20圈的钩法都是一样的。而你会发现每一圈的起始位置会越来越往右偏移。而为了让这个网状的织片有一点变化，在第20圈的长针最后一次挂线引拔时，我换成蓝色的线，这样第21圈就会是蓝色的。换线之后可以将白色的线剪掉。第21圈钩织一开始的锁针时，可以将这些线头包着钩织，这样线头就可以很好的被藏起来。而第21圈的最后一个锁针空间，钩织4个锁针之后，引拔在起始的位置。之后就可以断线，并利用缝针藏好线头，这样主体就完成啦。接着我用绿色为它钩织束口绳，锁边起针，钩织4个锁针，接着回到第一个锁针上引拔，形成一个锁针的圈。接着一个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在锁针圈里面钩织8个短针。我在第一个短针上放记号扣，钩织的时候可以一并将这个线头包起来钩织。8个短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。接着继续钩织锁针，一直到这个束口绳到你想要的长度。长度可以是这个带口的2倍，再稍长一点也没关系。接着回到倒数第4个锁针引拔，形成一个圈。接着在一个起立针之后，在这个锁针圈里面一样钩织8个短针。这里的钩法跟第一个锁针圈一样，这样这个束口绳的2端就有挡片的功能，绳子比较不容易脱落。8个短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。接着就可以断线，再藏好束口绳2端的线头并做修剪。我们将这条束口绳从带子的中央开始，在第18圈的锁针空间里来回穿梭。这样这个草莓束口袋就完成啦，用它来装着你心爱的随身小物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也欢迎你的留言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